阳包阴，这里做多啊，阴包阳，这里做空，这里也是看涨吞没做多，这里又是一个看涨吞没还是做多，这里看跌吞没啊做空，看跌吞没做空。你别说，这小日本总结的这些 K 线组合啊，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嘛。Hello， 同学们，大家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啊！忘记是哪个同学私聊我了，说想问一下我有没有吞没形态这种价格行为的 EA， 问了我好几次啊。这种 K 线组合有很多，看涨吞没、看跌吞没、锤子形态、拼bar、射击之星、乌云盖顶、启明星、三只乌鸦、三阳开泰，这种纯粹的看几根 K 线之间组合的一种形态有很多很多。今天我们就开启这个系列，把所有的这种 K 线组合全部写一遍，最后我们再加上这些开仓啊、下单啊、止盈止损、移动止盈这些逻辑，再回测复盘12年，看一下 K 线形态到底哪一种才是最好用的，胜率最高的。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写，不想写的话，那就等后面我全部写完之后，你们再去下载，再去自己测。今天我们就把识别吞没形态的逻辑写一下，看涨吞没和看跌吞没，我们这里就只看 K 线的形态，不夹杂其他的任何的趋势性辅助条件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，这个图比较清晰一点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，这两根 K 线，它们组合起来就是看涨吞没。吞没顾名思义就是后面的阳线完全包裹住前面的阴线，阴线的高低价都处于阳线高低价之内。阴线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也都处于阳线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之内，就是完全的把它包裹住，把它吞没了的感觉。背后的逻辑呢，就是说，这个空头啊，一直连续持续的发力，走到这里之后，本应该继续的顺势往下，但是随后的多头没有能够让它如愿以偿，而是以非常强势的一根大阳线直接吞噬掉前面这根 K 线的所有力量，形成一种多头的强势反转的信号，这是大概的一个逻辑啊。那么看跌吞没，也就是这两根 K 所形成的一种形态，看跌吞没也是同样的逻辑，只不过是反转过来，就是强势的这个阴 K 包裹住前面的这根阳 K， 它代表的也是一种多头有些力竭了，空头开始发力的一种感觉。逻辑很简单啊，那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代码是怎么实现的。我们还是新建一个文件，取名叫做 class。首先就是我们的版权信息，然后导入我们的一个自定义的函数库，这样方便我写一些代码。然后是我们的 on-init 方法，初始化方法，这里面我们后续会补充代码。然后是我们的 on-delete 方法，我们卸载 EA 的时候会执行这个方法里面的内容，这个待会我们再补充。然后是我们的 on-ticket 方法，它会在每一根新的报价产生的时候运行一次，今天我们这里先用不到它。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函数，用来识别我们的看涨吞没和看跌吞没。我们这里给吞没形态做一个定义啊，这里以做多为例，就是第一根 K 要是我们的阳线，所以这里的第一是倒序的第一，这是第一，这是第二，这是第三。第二根 K 是阴线，第二根 K 的最高价和最低价都在第一根的最高最低之内，然后开盘价和收盘价也都在第一根 K 的开收价之内。然后我们获取当前这根 K 的时间开高低收的价格，它前一根 K 也就是当前这个 index 加1，它前一根 K 的开高低收的价格，然后做了一系列的判断。首先是这一行，它判断的就是第一根 K 的这个开盘价是在收盘价的下方，也就是代表的这一根 K 它是阳线。然后这里判断的是前面那根 K 是阴线，这里判断的就是前面那根 K 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是在当前这根 K， 也就是第一根 K 的最高价和最低价的内部。这里判断的就是前面那根 K 线的开盘价和收盘价是在我们当前这根 K 的开盘价和收盘价的内部的。最后当这些条件全部满足的时候，就意味着它形成了一个看涨吞没。然后我们给它画两个这个图表上的这种标识啊，竖线啊，还有这里的文字看涨吞没，还有这个箭头。不过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，它只是一个展示性的意义，它跟我们判断看涨吞没和看跌吞没没有什么直接联系，你可以直接把这两行删除掉的，因为我这里使用的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内部库，我就不再过多解释它的里面的含义了。如果满足看涨吞没的话，我们
给这个方法就直接 return 1，代表当前的这个形态是看涨的。那么下面这里就是对于看跌吞没的一个判断，其实跟这里就是完全相似。这里判断的就是当前这根 K 是一个阴线，这里判断当前前面那根 K 是阳线，然后再判断一下它们的开盘价和收盘价、最高价和最低价是否处于一个包含的关系。最后我们给它返回一个-1，代表的是看跌吞没。好，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 EA， 它不是一个指标，我们还需要主动调用它一下，才可以让它帮我们把这些示例给我们画出来，就是使用这个方法来实现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是获取一下当前图表总共有多少根bar，然后当然你不可能是全部都把它所有的过一遍去画，所以我们给它一个show bar count 的一个数值。比如说待会儿我们这里传入200的话，就代表它会循环便利这200根 K， 然后去判断当前这根 K 是否形成了看涨吞没和看跌吞没，就是主动把它调用一下，去判断一下的意思。当然这个方法我们只需用它执行一次，所以我们只需用在 on 以内的方法里面调用就可以了。我这里就查询最近往前便利5000根 K 吧。好，这就是全部的代码，非常简单。我们编译一下，好像是出了点问题，我看一下啊。我们这里需要给这个函数一个返回值，因为他说 not control path return a value 嘛，第73行。我们再编译一下 ，OK 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就是我们在 onDelete 方法里面需要把这些创建的图表对象给它进行一个删除，我们再编译一下，好，完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在盘面上看一下，究竟有没有运行正确。好，看涨还是来到 H8， 看一下，看涨吞没，看跌吞没，看涨吞没，看跌吞没，跟我们刚才看的是一致的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识别看涨吞没和看跌吞没的代码内容。后续我们再添加止盈止损下单的这些逻辑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